只要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只要我国的供应链比美国更完备，就不怕被美国抢回去。美国想要先进制造业回流，恐怕不是政府加大研发投入和补贴就能够实现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外媒的报道说中国和美国在进行高科技的拔河赛。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动的对华科技战以来，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就成为了国人共同关心的话题。几年来了，我们国家在加大高科技产业投入的力度，出台一系列高科技发展的扶持的政策，努力的与美国的打压封锁相抗衡。正所谓压力有多大，动力就有多大，我们正在不断的取得科技战线的突破。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高科技的研发领域和产品结构上仍然有不少的短板，还要下大功夫才能补齐这些短板弱项。不过呢，美国的一些机构有时候会给我们灌迷魂汤，夸大中国的成就，也可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提醒美国政府。比如说华盛顿的一家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从7个关键行业来衡量中国先进技术产品的市场份额，从1995年的不到 4% 跃升到2018年的 21.5%， 而美国的市场份额则从1995年的 24% 下降到2018年的 22.5%。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已经在高科技的拔河赛中击败了美国。而且中国先进技术产品市场份额的提升是以美国的损失为代价的。这份报告覆盖的7个行业包括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电气设备、机械和设备、机动车辆设备、其他运输设备和医药产业这7个行业。报告的依据是所谓的汉密尔顿先进工业绩效指数。报告给出了中国进步的原因是，中国在研发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因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反击，还是从恶意的角度来针对中国。可见反对中国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已经彻底的渗透到了这些所谓的理性、客观、公正的智库研究机构了。报告举例说中国增长最强劲的是电气设备，控制着全球1/3以上的市场。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2018年在汽车制造业排名全球第一，占国际市场的 25%， 而美国在报告中描述的经济体中所占份额最低。中国在药品生产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3。中国还在2018年超越美国，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领域获得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占据了 25%。 排名第2的美国占 23%， 韩国占 11%。 这个 ITIF 的报告称中国最弱的部门是什么呢？是空中运输装备的生产。但是中国正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开发 C919 客机与波音的737或空客的 A320 竞争。报告认为，中国领先的原因是采用产业政策对这些领域进行扶持。在2019年，中国至少花费了 GDP 的 1.73% 来帮助工业发展，是美国支出的2倍多。总体而言这份报告所引用的数字虽然问题不大，但并没有指出被数字掩盖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并不是数据上看起来那么强大我们有3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国家出口的这些高科技产品中，有相当多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中国自主品牌出口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比如说苹果手机。二是许多高科技的产品的生产过程技术含量其实也不高，比如说笔记本电脑的组装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三是我们国家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或
或者是核心元器件仍然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比如说笔记本电脑的 CPU 完全被美国英特尔和 AMD 公司垄断。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被类似的报告蒙蔽双眼，盲目乐观。我们真正需要形成的出口产品结构，应该是以中国自主品牌为主，所使用的核心技术和核心元器件被中国企业所掌握，整体供应链都在我国，生产真正拥有高技术门槛的产品。我们国家呢，只是在部分领域达到了这么个标准，比如说华为和中兴的 5G 网络设备。不过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崛起，下一个热点将是新能源汽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ITIF 报告中提到的这7大行业，只要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只要我国的供应链比美国更完备，就不怕被美国抢回去。美国想要先进制造业回流，恐怕不是政府加大研发投入和补贴就能够实现的。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